大家好，我是你的灵性塔罗导师小玲，欢迎来到这次的塔罗序章。我们继续探索隐藏恩赐的主题，这次聚焦在唤醒你的内在力量与灵性觉醒上。如果你上集看过隐藏恩赐的启发，现在是时候深入序章了。今天的占卜围绕内在力量激活和奇迹修习的趋势，我们会用塔罗牌来解锁3个关键面向：关系调和、事业显化以及身心疗愈。这些面向会结合皇后牌的滋养能量和节制牌的平衡智慧，帮助你启动一个21天启动法，每天一步，比如调香师呼吸练习来连结内在，或是恩赐日记来记录觉醒线索。我们还会融入梦境备忘录练习，让你记录夜晚的激活讯号，预测10月可能出现的奇迹转型，如突然的灵性洞见、生活大转变，或是内在力量的全面绽放。这不是速成，而是长期任务，强调隐者牌的智慧内省，让你一步步唤醒潜力。如果你正寻求灵性成长，像是如何挖掘内在力量，面对转型挑战，疗愈身心，或是实践日常奇迹，这场占卜会给你实用指引，像是从牌面中抽取出可操作的工具，帮助你从日常小事中觉醒潜力，避免落入旧有模式。记得，塔罗是你的镜子，帮助你反思和觉醒。如果你觉得共鸣，赶紧点赞订阅，并在留言区用井号隐藏力量分享你的恩赐激活进度，比如21天第1天的感受，我会回复小指引哦。现在，让我们进入3组牌面的解读，每组代表不同觉醒路径，适合不同阶段的你。这些解读会深入探讨观众最关心的部分，比如如何在日常中激活内在力量，具体的疗愈实践步骤，显化事业目标的详细方法，解读梦境线索来预测转型，以及如何平衡关系与身心来达成长期灵性成长。我们会一步步连接牌意到这些重点，让你不仅听到解读，还能马上应用到生活中，像是从混乱转向清晰，从怀疑转向自信，从孤立转向连结，确保你的觉醒之旅充满实用性和可持续性。第1组，在开始这组牌面前，让我们先验证能量是否对得上你。这组的能量感觉像是内在力量从混乱中涌现，适合那些最近感受到灵性呼唤却还在挣扎的人。来对对看，你有没有以下5-8种情况。第一，最近在关系中寻求更深的连结，但总觉得有点不平衡，像是和伴侣或朋友的互动总是断断续续，让你怀疑自己的情感表达能力，导致内心有些不安。第二，事业上想显化新机会，却犹豫不决，比如脑海中有创业想法，但害怕失败，导致行动力不足，感觉机会总是溜走。第三，身心感觉疲惫，需要疗愈，但不知从何入手，像是每天醒来都觉得精力不济，内心有股无形的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。第四，梦境中常出现象征力量的符号，如光束、动物或神秘人物，让你醒来后充满好奇，却不知如何解读这些讯号，总是想知道它们预示什么转型。第五，内心有股冲动想改变生活，但害怕未知的风险，像是想辞职追梦却担心财务不稳或家庭反对。第六，家庭或过去经历影响你的自信，比如童年阴影让你现在在人际中总是退缩，不敢展现真实自我。第七，你正试图平衡多重责任，感觉精力分散，
像是工作、家庭和个人成长三头烧，让你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。第八，最近有小挫折让你反思人生方向，比如一次失败的尝试让你质疑自己的潜力，内心涌起一股想觉醒的渴望。如果这些情况有3个以上对得上，那这组就是你的觉醒能量指引。对上了吗？留言告诉我哪几点最准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用21天启动法转化它们，让你的灵性成长从这些共鸣点开始加速，像是从这些情况中抽取出转变的种子，种植成内在力量的树木，逐步开花结果。好，现在这组牌面的能量开始浮现了。首先，圣杯2就这魔出现了，带来关系调和的温暖讯息。在灵性觉醒中，这张牌强调内在力量从人际连结中激活，像是你和伴侣或朋友的互动，能成为疗愈的镜子，帮助你解锁皇后牌的滋养能量，让关系变得更和谐。如果你正想知道如何在关系中觉醒内在力量，这里的指引是透过圣杯2的能量，练习每日恩赐日记，记录一天中感受到的连结时刻，比如今天和谁分享了心事，这会在21天内显化奇迹，如突然化解长期的误会，带来内在和平，让你感受到情感疗愈的真实转变。具体来说，你可以从早上开始写下3个感恩的关系时刻，像是感谢朋友的一句鼓励，这不仅调和关系，还会逐步激活你的情感自信，让你从被动转向主动连结，避免孤立感长期困扰你的身心平衡。接着，宝剑骑士浮现出来，注入行动力和清晰思维，暗示你的灵性成长需要勇敢切割旧有模式，像是事业显化面向中，用锐利的直觉冲破障碍，避免犹豫拖累进度。结合圣杯2，这里的内在力量激活聚焦在平衡情感与理性。如果你作为观众常问如何面对生活转型，这张牌建议融入节制牌的智慧，透过调香师呼吸练习，想象吸入平衡的香气，吐出混乱的思绪，来唤醒潜力，避免冲动导致身心疲劳。具体来说，每天花5分钟做这个呼吸，就能逐步显化事业机会，如新职位或项目邀约在10月浮现，让你从犹豫中跃出，感受到行动带来的自由与力量。进一步应用，如果你总是行动迟缓，这练习能帮助你像骑士般冲刺，转化恐惧成动力，让事业显化从梦想变成现实步骤。魔术师这时自然跟上了，带来创造力的强大能量。在自我觉醒中，这意味着你拥有所有工具来显化奇迹，像是事业面向的解锁，让你从内在资源中召唤成功。观众常关心的显化技巧在这里得到解答。魔术师强调，21天启动法的第一步是认可你的隐藏恩赐，比如每天冥想你的天赋，像是视觉化自己手持魔杖转化障碍，预测10月会有转型，如新工作机会或创意灵感爆发，让你的职业路径从平凡转向丰盛。进一步来说，你可以将这个冥想结合恩赐日记，写下如何用你的技能解决一个小问题，这会让显化变得具体可行，从而强化你的创造自信，避免落入自疑的陷阱。像是如果你的天赋是写作，就每天写一段显化宣言，让魔术师能量放大它，逐步吸引机会进来，让觉醒不仅是内在，还延伸到外在成就。权杖国王随之出现，注入领导力和热情，
暗示灵性常常来自于掌控内在火焰，像是身心疗愈面向中，用权杖国王的自信疗愈旧伤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激活内在力量来疗愈身心，这里的实用建议是，结合皇后牌的滋养，练习梦境备忘录，记录夜晚的启示，像是梦见国王象征的权力觉醒。这会在21天内帮助你从受害者心态转向创造者。具体应用如每晚写下3个梦境符号，分析它们如何连接到你的日常挑战，让疗愈变得可操作。比如，如果梦见火焰，就代表需要点燃内在热情来疗愈疲惫，让你逐步感受到身心的轻盈与活力，进一步扩大。如果你有领导恐惧，这张牌鼓励你从小事练习掌控，如管理一天时间表，让国王能量渗透生活每个角落。太阳牌浮现，带来明亮的觉醒光芒，强调奇迹休息的正面结果，像是所有面向的整合，让你的灵性路径充满喜悦，避免阴影吞噬。如果你正寻求转型预测，这张牌预示10月会有阳光般的突破，如内在力量完全激活，带来身心轻盈和关系和谐。进一步延伸，你可以将太阳能量融入调香师呼吸，想象阳光充满全身，这会放大奇迹，让转型不只是预测，而是日常体验，像是从早上沐浴阳光开始，让喜悦成为激活力量的燃料，避免负面思维遮蔽你的潜力。钱币2接着出现，强调平衡多重面向，在灵性成长中，这提醒你 juggling 关系、事业和身心，避免过度倾斜导致觉醒停滞。观众想知的平衡实践在这里，用钱币2的能量，每天在 N 次日记中记录如何分配时间，比如早上疗愈身心，中午规划事业，晚上调和关系。这会强化节制牌的智慧，让21天法成为长期习惯。具体来说，如果你总是精力分散，这练习能帮助你从混乱中找出平衡点，让内在力量稳定流动，而不是忽高忽低。进一步应用如设定时间轮盘，确保每个面向都有空间，让平衡成为觉醒的基础，避免一头热导致烧尽。权杖6浮现，带来胜利前进的能量，暗示21天后，你会感受到内在力量的显化，如关系调和带来新盟友，支持你的灵性旅程。如果你关心事业显化，这张牌建议视觉化胜利场面，像是骑马前进的画面，预测10月会有小胜，如项目成功或认可，让你的自信提升。进一步来说，结合梦境备忘录，如果你梦见胜利，就将它当成预兆，写下如何应用到现实，让显化从抽象转向具体，避免胜利只是幻觉而成为10步骤。吊人牌出现，注入牺牲与视角转换，建议在疗愈中放手旧信念，像是隐者内省的长期任务，让你从倒吊中看到新真相。具体疗愈步骤，结合梦境备忘录，记录放手的启示，比如梦中释放重单项，只疗愈旧痛，这会帮助你在身心面向解锁皇后滋养，避免旧模式重复导致疲惫。如果你常问如何疗愈旧伤，这里的指引是每天反思一个旧信念，像是我不够好，然后用吊人视角翻转它成我在学习中成长，让疗愈成为内在转型的催化剂。进一步扩大这个练习到长期内省，比如每周1次深层反思，让放手变成习惯，而不是一次性事件，让觉醒从牺牲转向新生。钱币5浮现，带来贫乏的警示，但也预示转型机会，
暗示透过节制牌的平衡，疗愈财务或情感匮乏，激活隐藏恩赐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从匮乏中觉醒，这里的指引是练习慷慨小行动，如分享正面能量给他人，这会在21天内转化贫乏为丰盛，像是突然收到意外支持，让你感受到宇宙的回馈机制在运作。具体来说，如果你感觉情感贫乏，就从给予小礼物开始，让钱币5的警示转向丰盛循环，避免匮乏成为永久状态。权杖皇后出现，强化滋养主题，像是皇后牌的延伸，让你在事业中显化创意自信。观众关心的女性能量激活在这里，用权杖皇后的火焰，每天冥想内在女神，滋养身心，让事业显化从直觉出发。预测10月会有创意项目开花，具体应用如写下3个创意想法，然后用皇后能量滋养它们，让它们从种子成长为成果，避免创意枯竭。进一步，如果你是女性或想连接阴性能量，这练习能帮助你从滋养中抽取出力量，让显化更流畅自然。钱币侍者浮现，带来新开始的讯息，建议记录小启发来觉醒，像是21天法的日常步骤，每天写下一个新动线，连接到3面向，让灵性成长变得渐进。如果你寻求新开始的预测，这张牌暗示10月会有小讯号，如新朋友带来机会，让你从侍者般的谦虚转向大胆探索。具体步骤是像侍者般观察周围，让小启发积累成大转型。钱币6出现，强调慷慨分享，像是关系面向的奇迹，让给予成为激活力量。如果你寻求关系调和技巧，这张牌建议练习互惠，如和朋友交换灵性心得，这会疗愈孤立感，带来内在和平。进一步来说，结合恩赐日记，记录给予后的感受，这会放大奇迹，让关系从表面转向深度连结，避免给予成为单向而转向平衡。钱币3浮现，带来合作成果，暗示团队疗愈加速成长，具体如加入灵性小组，显化事业机会，让21天法不孤单。如果你关心合作显化，这里的指引是视觉化3人团队，预测10月会有合作项目，让你的努力开花结果，进一步扩大到寻找盟友，让合作成为疗愈的桥梁。钱币10出现，注入丰盛遗产，预示10月家庭相关的转型，如疗愈世代创伤，激活集体力量。观众想知的家庭疗愈在这里，用钱币10的能量，冥想家族树，记录正面遗产，这会转化负面成正面，让觉醒延伸到血脉。具体步骤是写下家族故事，让遗产成为力量来源。命运之轮浮现，带来循环变化，强调21天法会转动你的命运轮盘，让觉醒从小转变累积成大奇迹。如果你关心转型预测，这张牌暗示10月会有轮转，如生活模式大变，带来新开始。具体步骤是每天转动想象中的轮盘，写下预期的变化，让它从意象呈现时，避免轮转成为意外，而是主动引导。宝剑皇后结尾出现，带来锐利智慧，建议用直觉切割幻觉，完成觉醒，像是身心疗愈的终点。用宝剑皇后的清晰，每日反思负面思维，转化为正面力量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切割负面，这里建议写下负面信念，然后用剑相纸切割它，让疗愈变得有力而精准。进一步整合到长期任务，让切割成为习惯。整体来说，
这组牌面显示你的灵性觉醒有强大潜力，尤其在三面相的解锁上。内在力量激活透过魔术师和太阳的能量，带来奇迹休息的实践，比如每天调香师呼吸结合 N 次日记，能在21天内疗愈身心，让关系调和如圣杯2般流畅，事业显化如权杖国王般自信。观众最想知的疗愈旧伤技巧，在吊人牌和钱币5中得到解答。放手旧信念，转化匮乏为机会，透过梦境备忘录记录线索，避免旧模式重复导致停滞，进一步整合。你可以将这些技巧连成一条线，从圣杯2的连结开始，到宝剑皇后的切割结束，让觉醒成为一个完整循环，像是从关系的温暖到事业的胜利，再到身心的丰盛，让你的成长不只是片段，而是全面转型。如果你正经历关系挑战，这里的指引是练习慷慨如钱币6，激活连结，事业迷茫者，用魔术师工具显化愿景，身心疲惫者，调人视角转换疗愈，预测10月会有明显转型，如内在力量爆发，带来生活新生。记住，这些都是为了让你从理论转向实践，让灵性成长成为日常一部分。如果你觉得这组对你有启发，留言分享你的21天第一天感受，用井号隐藏力量标记，我会给序章小指引。现在，让我们继续第2组，深入更多觉醒细节，探索如何从希望中疗愈旧伤，让转型变得更深刻。第2组，进入第2组前，先验证能量。这组能量充满希望与内省的融合，适合那些已开始觉醒却需更深疗愈的人。来检查5-8重情况。第一，童年回忆最近浮现，影响你的灵性路径，像是旧照片或梦境，让你回想过去的纯真与伤痛，总是让你想疗愈那些未解的结。第二，你在关系中寻求更深的情感滋养，比如感觉伴侣连接不够，想透过沟通疗愈孤独感。第三，事业上感觉卡住，想显化新阶段，像是工作停滞不前，内心渴望突破，却不知如何起步。第四，夜晚梦境带来星星般的启示，如看到光点或宇宙符号，让你醒来充满希望，却想知道如何应用。第五，内心冲突让你寻求平衡，比如理性与情感拉锯，导致决策困难，感觉内在分裂。第六，你正试图疗愈旧伤，但需更多耐心，像是过去的失落还在影响现在的心情，让你时常情绪低落。第七，最近有竞争或挑战考验你的力量，比如职场对手或个人冲突让你反思自己的韧性。第八，感受到世界般的完整，但还差一步觉醒，像是生活一切就绪却缺少内在火花，渴望那最后的点燃。如果你有4个以上对得上，这组就是你的能量指引。对上了，留言告诉我哪些情况最像你，我们来聊聊如何用21天启动法加速疗愈，让你的灵性成长从这些点出发变得更顺畅，像是从童年回忆中抽取出疗愈的宝藏，让它成为力量的来源。现在，这组牌面的能量涌现。权杖2首先浮现，带来展望未来的能量。在灵性觉醒中，这暗示内在力量从规划中激活，像是夜显化面向的起点，让你用节制牌的平衡视野远眺目标，避免盲目前进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显化事业，这里的实用步骤是透过权杖2的能量，
每天在 N 次日记中写下未来愿景，像是视觉化站在高塔上看线成功，这会在21天内带来奇迹，如10月出现新机会，让你的职业路径转型。具体来说，你可以将愿景分解成小步骤，如今天规划一个技能学习，让显化从遥远变成可触及。进一步，如果你感觉卡住，这练习能帮助你从高塔视角看到路径，让展望成为行动蓝图。圣杯6接着出现，注入童年温暖，强调关系调和从回顾过去开始，疗愈内在孩童，激活皇后牌的滋养。观众关心的童年疗愈在这里，练习梦境备忘录，记录童年符号，如梦见旧家相纸的安全感，这会帮助你化解旧痛，显化更和谐的关系，让21天法成为情感重生的工具。进一步应用，如果你梦见儿时玩具，就分析它代表什么未满足的需求，然后用皇后能量滋养它，让疗愈深入内心层面，避免童年阴影持续影响成人关系。圣杯皇后浮现，带来情感智慧，暗示身心疗愈的关键是接纳直觉，像是奇迹休息的日常步骤。每天 N 次日记记录情感流动，像是感受内在海洋的平静，这会疗愈压力，让你感受到滋养力量的激活。具体来说，如果你总是情绪波动，这练习能帮助你从混乱转向平静，让身心像皇后般丰盛。进一步扩大到每天观察情感波浪，让接纳成为习惯，让疗愈从表面转向深度。宝剑国王出现，注入理性领导，建议切割混乱来觉醒，结合权杖2，这在事业面向带来显化力量。如果你寻求转型预测，这张牌预示10月会有清晰决策，如领导角色浮现，避免旧模式拖累。进一步指引是用国王能量，每天反思一个决策，切割不必要的恐惧，让觉醒变得理性而有力。像是如果有混乱项目，就用剑切割它，让领导从内在开始。星星牌浮现，带来希望之光，强调内在力量的灵感来源，像是所有面向的灯塔。具体实践，每天冥想星星能量，吸入希望，吐出怀疑，这会在21天内解锁奇迹，如突然的动线疗愈身心。如果你关心梦境指导，这张牌建议记录星星符号，预测10月会有灵感爆发，让转型从黑暗转向光明。进一步，如果你感觉无望，这练习能像星星般点亮路径，让希望成为疗愈的永恒光源。世界牌出现，注入完整成就，暗示21天法会完成一个循环，让3面向解锁。观众想知的完整觉醒在这里。世界牌建议庆祝小成就，像是每周回顾进度，预测10月会有大整合，如生活各领域和谐。具体步骤是视觉化世界舞蹈，融入调香师呼吸，让完整感成为日常感觉。进一步扩大到邀请他人庆祝，让完整从个人延伸到集体。宝剑2浮现，带来犹豫警示，但也预示内省突破，疗愈技巧。用宝剑2的能量练习切割犹豫，像是写下 pros and cons 清单，让决策变得锐利，避免卡在关系或事业瓶颈。如果你常犹豫，这里建议结合隐者内省，每天花时间独处反思，让犹豫转化为智慧。进一步应用，如用剑相纸切割内心冲突，让突破从内省开始。权杖皇后出现，强化创意滋养，像是皇后延伸，让你在疗愈中绽放。如果你关心女性力量激活，
这张牌建议每天滋养创意，如画画或写作，显化事业自信，预测10月创意高峰，让你从滋养中绽放。具体来说，如果你创意枯竭，这练习能像皇后般注入活力，让疗愈与创意融合。宝剑4浮现，带来休息疗愈，建议冥想恢复力量，像是身心面向的关键。具体步骤：结合吊香式呼吸，躺在床上想象剑的保护，让疲惫转化为新生，避免过劳导致觉醒停滞。如果你想知道休息疗愈，这里的指引是每晚做这个练习，记录恢复感受，让身心从疲惫转向活力，进一步扩大到设定休息仪式，让疗愈成为日常庇护所。权杖5出现，注入竞争能量，提醒转化冲突为成长。观众常问的冲突疗愈在这里，用权杖5的火焰练习转化对抗为对话，这会在关系调和中带来奇迹，如化解争执。具体应用如写下冲突点，然后视觉化火焰净化它，让成长从挑战中诞生。进一步，如果你面临竞争，这练习能转化它成机会，让觉醒更坚韧。太阳牌浮现，带来喜悦觉醒，整合所有能量，让你的灵性路径充满光亮。预测10月会有阳光转型，如内在力量完全绽放。进一步整合，你可以将太阳与星星结合，冥想光线，让喜悦成为转型的燃料，避免阴影回归。钱币7结尾，带来耐心耕耘，预示长期收获，像是21天法的基础，每天种下小种子，如记录感恩，显化丰盛身心。如果你关心长期任务，这张牌暗示10月会有收成，让耐心成为觉醒的基石。具体步骤是像农夫般照顾种子，让耕耘从小事积累成丰收。整体，这组强调灵性成长的希望路径，内在力量激活透过星星和世界的能量。奇迹休息如吊香师呼吸结合内省，21天内解锁关系调和，圣杯6般温暖，事业显化权杖2般展望，身心疗愈宝剑4般休息。观众关心的疗愈救伤技巧在权杖5和宝剑2中，转化冲突，切割犹豫，透过梦境记录捕捉星星启示，避免内心冲突阻碍转型。进一步连接这些牌，你可以从圣杯6的童年开始，到钱币7的耕耘结束，让觉醒成为一个希望循环，像是从回顾转向未来，从疗愈转向丰盛，让你的旅程充满层次。如果你面临事业瓶颈，用权杖皇后创意显化，关系混乱者，圣杯6回顾疗愈，身心需休息者，宝剑4冥想，预测10月丰收如钱币7般耐心结果，让你的灵性旅程充满光亮和持续动力。留言你的激活进度，用井号隐藏力量分享，我给小指引。现在进入第3组，继续探索行动中的觉醒深度，让我们看到如何从冲动转向稳定。第3组能量验证，这组充满行动与智慧的能量，适合追求深度觉醒的你。来对看5-8种情况。第一，最近有冲动想探索新灵性实践，比如突然想学冥想或瑜伽来激活力量，感觉内在有股火在燃烧。第二，关系中寻求情感连结，像是渴望更深的对话疗愈孤独，总是想找人分享心事。第三，创意想法涌现，想显化事业，比如脑海中闪现创业灵感，却需指引来实现。第四，传统智慧或导师影响你，
像是读书或育人带来内省，让你反思人生。第5，内心犹豫阻碍前进，比如决策时总是停滞不前，感觉机会溜走。第6，梦境带来骑士般的冒险讯号，如梦见旅程向直转型，让你醒来兴奋。第7，旧痛浮现需疗愈，像是过去失落又回来困扰，影响现在心情。第8，感受到国王般的自信崛起，但还需稳定，让它持久。如果你对上5个以上，这组就是你的能量指引。留言确认哪些最准，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平衡行动成觉醒，让你的成长从这些冲动开始，转化成持久力量。现在，这组能量浮现了。权杖骑士首先出现，带来热情行动，激活内在力量，如事业显化，像是冲锋的能量，让你从静止转向动态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用行动觉醒，这里建议每天调香式呼吸，注入骑士火焰，显化目标如10月新项目。具体步骤是视觉化骑士奔驰，写下行动清单，让热情从抽象成现实，避免冲动成为散乱而转向聚焦。圣杯2浮现，强调关系调和，疗愈连结，结合皇后滋养，练习 N 次日记记录互动，让21天内奇迹出现，如情感和谐。如果你关心关系连结，这里的指引是每天分享一个小秘密，让调和从小事开始，进一步应用如结合梦境。如果梦见连结，就将它应用到现实，让关系更深层。圣杯侍者出现，注入创意疗愈，像是身心面向的起点，每天记录灵感，激活内在孩子，避免创意枯竭。进一步应用如将侍者能量用在美术疗法，让疗愈有趣而创意。预测10月创意转型。魔术师浮现，带来创造工具，观众关心的显化技巧，用魔术师能量视觉化工具箱。21天内转型事业，具体如列出4元素火水气土如何支持你的目标，让显化全面。进一步，如果你有创意想法，这练习能放大它，让魔术从内在延伸到外在成就。教皇牌出现，提供传统内省，强调隐者智慧，疗愈旧伤如求导师建议，预测10月洞见。如果你寻求传统指导，这里建议阅读灵性书籍，记录洞见，让内省成为日常。进一步扩大到寻找导师，让智慧从书本转向个人化。权杖国王浮现，注入领导自信，让觉醒从掌控开始，像是事业解锁，用国王火疗愈自疑。具体步骤是每天肯定自我，让自信从内而外，预测10月领导转型。宝剑2出现，警示犹豫，疗愈步骤，切割犹豫，练习决策冥想，避免关系卡住。如果你常犹豫，这里建议用剑象征每天切割一个疑虑，让行动畅通。进一步应用如结合内省，让犹豫转化味觉断力。圣杯骑士浮现，带来情感冒险，激活关系面向，如梦境备忘录记录冒险符号，显化奇迹。预测10月情感转型，让连接从平淡转向激情。具体如果梦见冒险，就写下如何应用，让骑士能量推动关系。宝剑皇后出现，切割智慧，滋养身心，用直觉疗愈负面。观众想知的切割技巧，写下负面，然后切割它，让皇后智慧主导。进一步，如果你有负面循环，这练习能打破它，让疗愈精准。太阳牌浮现，喜悦觉醒，整合能量，预测10月光亮转型，
如力量绽放，结合呼吸练习放大喜悦，让喜悦成为日常。保健时出现，结束旧痛，疗愈旧伤技巧，放手10把剑，透过日记释放，转化为新生。如果你有旧痛，这里建议一次性释放，让结束成为开始，进一步扩大到冥想释放，让旧痛从负担转向教训。钱币国王结尾，带来稳定丰盛，像是长期任务，用国王稳定显化3面相，预测10月稳定转型，让丰盛持久。具体步骤是像国王般管理资源，让稳定成为觉醒的皇冠。整体，这组显示觉醒的行动路径，内在力量透过魔术师和太阳激活，21天法解锁3面相，预测10月转型，疗愈就痛如宝剑时，透过梦境备忘录，进一步从权杖骑士的行动到钱币国王的稳定，让觉醒流畅，像是从冲动转向丰盛，让你的旅程层层递进。如果你有事业创意，用魔术师显化，关系需连结，圣杯2疗愈，身心旧痛，保健时释放，让你的觉醒充满深度和可持续性。留言分享井号隐藏力量。感谢收看这次序章。3组牌面给你觉醒指引，记得实践21天法，从内在力量激活到3面相解锁，一切都为了你的灵性成长。预测10月奇迹会让你感受到转型的魔力，像是从小步积累成大跃进，让长期人物成为生活习惯。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留言你的进度，用井号隐藏力量，我会回复指引，让我们一起觉醒，互相支持这个旅程。下次见。